运球就看 Uncle Joe， 战术就学 Coach Lu。大家好，我是非官方指定鲈鱼 Coach Lu，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。我的宗旨就是让热爱篮球的你每天都能长球。在多数人心目中，迈克尔·乔丹就是无可争议的篮球之神。乔帮主的运动生涯仿佛被施加了魔法，近乎完美无缺。但当人们深入探讨他的不足之处时，唯一常被提及并值得商榷的，便是他的三分球能力。这是一个连神明都会被挑战的时代，篮球之神乔丹自然也不例外。尽管他的职业生涯荣誉满载，球技更是炉火纯青，但乔丹在外线三分投篮方面的表现却常被提及为可疑之处。在当下由库里引领的小球时代，掌握外线三分投篮技能几乎成为了联盟生存的必备条件，就连中锋球员也不例外，都需要装备上三分技能。乔丹在其辉煌的职业生涯中主要担任2号位得分后卫的角色，而关于他不擅长外线三分远投的特点，其实并非技术上的欠缺所致。乔丹拥有一流的投篮手感，那么他为何被外界贴上不擅长三分的标签呢？首先让我们听听乔丹本人的见解。乔丹认为三分远投会打破他流畅的进攻节奏，并削弱他打球时的激情。他更倾向于杀入篮下，利用背身单打和扣篮来激发自己的斗志，同时营造出紧张激烈的比赛氛围。因此，不投三分更多是基于乔丹个人的进攻偏好，而非能力的限制。毕竟在那个时代，还没有球员能够持球后直接外线投篮结束进攻，这样的打法是不被教练所接受的，也没有球员能像如今的库里那样拥有惊人的外线投篮命中率。乔丹选择自己更擅长更有把握的中距离投篮和背身单打，这完全是受到了当时时代背景的影响，而非他真的不擅长外线三分。接下来我们具体来看看乔丹在常规赛、季后赛以及总决赛中的三分投篮数据。1990年的全明星三分大赛上，乔丹一时兴起，与联盟中的一众射手同台竞技。在那个尚未引入花球机制的年代，篮球之神在万众瞩目之下遭遇了尴尬，仅投出了5分的成绩，这一成绩至今仍保持着历史最差的尴尬记录。这事件引发了诸多议论，乔丹也有弱点，三分球的声音此起彼伏，更有甚者断言，乔丹如果来到小球时代会举步维艰。然而，事实真的如此吗？在深入探讨之前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三分球的历史。NBA 正式引入三分制是在1979至80赛季，直到1980至81赛季才全面接受这一规则。那时乔丹还处于高中时期，也就是说，他的篮球启蒙阶段根本没有三分球这一概念。即便他后来进入了联盟，三分球也并非主流的进攻手段。1990年的三分大赛对于乔丹来说，更像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挑战，毕竟这仅仅是 NBA 举办的第5届三分大赛，还是一项新兴赛事。在此之前，拉里伯德已经连续3届夺得三分大赛冠军，并留下了那句经典的“你们都是来争第2的吧”。这句话或许在乔丹心中埋下了参赛的种子，甚至激发了他练习三分的念头。事实上，乔丹在生涯初期的三分命中率并不高，生涯第4年，他的三分命中率仅为 13.2%。然而，目睹了伯德的三分3连冠后，乔丹展现出了惊人的进步速度，仅用1个赛季，他就将三分命中率提升到了 37.6%， 同时三分出手数也增加了整整3倍。你敢相信吗？在1989至90赛季，乔丹的三分出手次数和命中率竟然超过了拉里伯德，这位老将的胜负欲在这一刻展现得淋漓尽致。1992年总决赛的第1场比赛中，面对开拓者队紧密的防守，乔丹在半场就投中了6记三分球，直接刷新了当时的历史记录。那一刻，他标志性的摊手庆祝动作成为了经典。而在1995至96赛季，乔丹更是展现出了令人惊叹的外线手感。他整个常规赛82场比赛无一缺席，场均出手 3.2次三分球，命中率高达 42.7%。这样的表现即便是放在今天，也足以让他成为一名出色的射手。深入探究后，你会发现一个更加耐人寻味的事实：从1989年至乔丹首次退役前，他的常规三分命中率达到了 34.3%， 而到了季后赛则提升至 37.0%， 到了总决赛更是飙升至 42.2%。
即便将乔丹三分投篮表现欠佳的前4年以及他在奇才时期的数据都纳入考量，他整个职业生涯的常规赛场均三分出手 1.74%， 命中率 32.7%， 季后赛场均出手 2.5次，命中率 33.2%， 总决赛场均出手则增加至 3.3次，命中率也相应提高到 36.8%。 这清晰地表明，随着比赛强度的增大，乔丹的三分表现也随之提升，展现出了他越是在关键时刻越能发挥出色的特质。随着三分球的逐渐盛行，在乔丹公牛队生涯的后期，他的队友中不乏像科尔、库科奇这样的优秀射手。然而在队内那些带有赌注的远射比赛中，乔丹却很少会让自己的钱包受身，这恰恰是他职业生涯中好胜心的一个缩影。一旦关乎胜负，他绝不会轻言放弃。因此，别再轻率地说三分是乔丹的短板这类话了。在那个时代，乔丹凭借其他技能就足以统治比赛，而三分球并非他的必需品。无论在哪个年代，稳定的中距离投篮都是让防守者最为头疼的得分方式。乔丹正是这一领域的佼佼者。在常规赛中，乔丹的三分球出手次数赛季场均最多为3次，命中 1.1个，命中率达到 37.6%， 而出手最少的赛季，他场均 1.1次出手能命中 0.4个，命中率为 31.2%。 30% 以上的命中率在当时已算是基本合格，而他表现最差的赛季三分命中率也有 23.8%。进入季后赛，乔丹的三分球表现更为出色，最高赛季场均出手 3.8次，能命中 1.5个，命中率高达 38.9%。 即便在出手最少的赛季，他场均 1.5次出手也能命中 0.6个，保持 38.5% 的命中率。这样的表现在小球时代的外线球员中也毫不逊色，甚至更胜一筹。这也反映出乔丹遇强则强的特质，在需要他外线发挥时，他总能给予对手致命一击。再来看总决赛，这一最高场均出手 4.7次三分球，能命中2个，命中率高达 42.9%。 这一数据足以与库里的三分命中率相媲美。而在出手最少的赛季，他场均 0.8次出手也能命中 0.4个，命中率高达 50%。 纵观乔丹的整个总决赛历程，他的三分命中率最低也有 30%， 达到了合格标准。对于乔丹来说，三分远投只是他日常进攻手段中的备选项，辅助性质，无需频繁使用，因为他拥有更出色的中距离和背身单打技术。但当他需要三分球时，他同样能够驾驭，为球队贡献得分。因此，不要被乔丹在全明星三分大赛上的5分最低纪录所误导，他并非不擅长外线三分远投，只要他想，他同样能在总决赛中上演半场6个三分的精彩表现。神终究是神，他的传奇经得起任何质疑。在90年代，约翰斯托克顿作为纽约尼克斯队的一员，与迈克尔乔丹领衔的公牛队展开了激烈的较量。这两支球队在当时都是总冠军的有力竞争者。公牛队在与尼克斯队的对决中大多取得了胜利，而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乔丹的卓越表现。乔丹和尼克斯队之间上演了无数场精彩绝伦的比赛，在那段时间，尼克斯队的后卫约翰斯塔克顿肩负起防守乔丹的重任。然而，想要阻挡乔丹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那些声称乔丹没有三分能力的人，为何不关注他年轻时的三分命中率，却偏偏要抓住他35岁时命中率下滑的片段，就断定他技术不行呢？有些球迷还总爱提乔丹在三分大赛上获得5分的往事，但那已经是乔丹早期的事情了。那时的他三分球尚未稳定，关键在于乔丹本质上是一位得分手，而非纯粹的射手，这一点对他的比赛风格有着重大影响。特别是在三分大赛中，那种快速连续的投篮节奏，对刚定型投篮姿势不久的乔丹来说，无疑是巨大的挑战。多年来，杜兰特是为数不多的既能作为超级得分手，又能兼具射手身份的球员，这进一步凸显了乔丹在得分与投射之间的独特定位。因此，许多球迷认为乔丹的三分球是他的短板，这种观点其实并不准确。同样，断言科比的三分球能力超过乔丹也是片面的。科比场均三分出手约4次，而乔丹大约是 1.5次。出手次数的显著差异导致了球迷可能误以为科比的三分球更出色，但实际上两人的三分球能力相当。乔丹在进攻端更倾向于突破和中距离投篮，乔丹所处的时代并不以三分球为主导，进攻重心更多集中在内线，身体对抗频繁。近10年来，三分球才逐渐成为球员的必备技能和常规进攻手段。皮蓬在采访中曾透露，乔丹日常训练中很少练习三分，若他更加勤奋练习，命中率定会有所提升。
由此可见，关于乔丹三分球不行的说法其实是一种误解，正如库里很少扣篮而被部分球迷误解为不会扣篮一样。此外，有球迷以乔丹在三分球大赛中的低分来证明他三分球不行，这也是片面的看法。一场比赛的表现并不能全面反映一个球员的能力，每个人都有手感不佳的时候。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你还没看够，想要了解更深度的战术分析，那就点点订阅，卢宇我期待和你一起长球。